他无意间望向旁边，却见到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女孩。两个女孩相对而站，互相凝望，彼此欲言又止。一时间，天地似乎都安静下来。女孩们出奇的镇定，她们没有觉得这是灵异事件，反而冥冥之中默认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存在。千重子一直就有一种寂寞感。虽然作为京都无福店佐田老板的独女，她有着丰厚的家产和姣好的容貌，但她始终挥散不去这种惆怅，只因为她是一个弃婴。虽然父母为了保护她的情绪，谎称是一厢情愿偷来的她，但千重子毕竟快20了，再加上父母说的地点都不一样，她自然不会相信。只是这些话，她只能和自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倾诉。竹马真一也很吃惊，但也不好多问。千重子一直好奇亲生父母什么模样，但是也没想过去寻找。直到某天，她和朋友去北山踏春，前面有一群伐木女工经过，朋友抬头望去，瞬间大吃一惊，因为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孩和身旁的千重子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千重子并没有看到那个女孩的容颜，因此也没有多放在心上。千重子的和服都是由父亲亲手制作，以素雅别致为主，只是腰带的款式略显老气。父亲亲手绘制了一张腰带图纸，找到附近最好的纺织匠，纺织匠对佐田的到来显得非常热情。图纸打开是郁金香的图案，纺织匠有3个儿子，其中当属大儿子秀男手艺最好。秀男这人性格直来直去，对佐田老爷的设计百般挑剔，最后父亲一巴掌呼上去，他才消停下来。其实秀男不是故意找茬，只是他很久以前就暗恋美丽的千重子，因此对这幅要送给他的腰带格外上心。老爷子却觉得他的挑剔很有道理，将图纸一把撕掉了。可不久之后，秀男还是将腰带做了出来，亲自送到了千重子家里。这幅腰带比之前图纸上的更为漂亮，千重子看到了都赞不绝口。秀男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对着千重子一顿真心实意的夸赞，话里话外对对方的情谊一览无遗。这话倒是提醒了父亲，千重子将要满20，的确也应该找个夫婿了。他们家没有男孩，为了家业能传承下去，最好找个赘婿。转眼间就是1年1度的庙会，今年的庙会对千重子来说格外不同，因为她遇见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。千重子知道自己是捡来的，内心也不由猜测这女孩是不是自己的姐妹。对面的女孩哽咽着，千重子没来由地问她是否在祈祷什么。女孩道：姉の行方を知りといて、あんた姉さんや。千重子下意识反驳自己是独生女，没有兄弟姐妹。女孩见此也慌张解释是自己唐突了。两人一番交谈下来，千重子知道了这个女孩叫苗子。在苗子幼时，父亲从树上摔了下来去世了，不久之后母亲也因病去世。说完，苗子眼神欣慰道：お幸せそうやわ。不知不觉就到了离开的时候，苗子希望千重子能去北山找他。随后苗子遇见了秀男，秀男把苗子错认成千重子，殷勤地提出希望他能按自己的构思再为千重子织一条腰带。苗子不想给千重子带来麻烦，一心想着离开，也就随口答应了下来。回家之后，千重子依然心事重重，对母亲说起了遇见苗子的事。母亲也因女儿有个双胞胎姐妹惊奇不已，但是为了照顾女儿的心理，她也不敢多问。此时在北山伐木的苗子因为心不在焉被蛇咬伤了，男友亲自将她扶到一边，帮她处理伤口。他知道苗子因为什么事情纠结，开解她。既然心里这么牵挂，为何不去见面呢？苗子却表示男友并不明白自己的心理，可青作却不管这些。见女友整日魂不守舍，他来到了佐田老爷家中，说苗子十分想见千重子，但碍于门第身份和闲言碎语，不敢前来登门拜访。说罢，他还说起了苗子昨日手受伤的事。佐田老爷大为惊奇，因为也是昨天千重子切菜时切破了手，后来又得了感冒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或许这两姐妹之间冥冥之中真有着什么特殊的感应。感冒痊愈之后，千重子找到秀男向他坦白，那日游园他碰到的女孩不是他，而是自己的孪生妹妹苗子。此次前来，他是想请秀男真正为苗子做一条腰带。苗子在北山杉树林里伐木，图样选杉树的最为贴切。秀男感叹道：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相似的姐妹。那日那位姑娘站在面前，他竟然觉得那个神态也与面前的千重子小姐相似。千重子闻言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事后，千重子独自一人来到了北山，苗子正站在林中等待他。两人再次见到，牵挂的彼此都十分高兴。就在这杉树林中聊了很久，忽然天边发暗，随即一阵雷声传来，电闪雷鸣中，姐姐吓得蜷缩成一团。妹妹要她弯下身体伏在地上，接着自己也俯身护在姐姐背上，承受着外界未知的危险。此时此刻，妹妹更像是姐姐。雨过天晴之后，两人都淋成了落汤鸡。千重子突发奇思妙想，当初在母亲肚子里时，你也是这么护着我的吧？苗子笑了，那时候怕是你挤我，我踢你的可能性更大。千重子也被他的幽默逗乐了，两人站了起来。千重子说起腰带的事，苗子显得有些抵触。有危险的时候，他可以用生命保护千重子，但是他很讨厌当姐姐的替身。可千重子却说，这条腰带不是秀男送他的，是自己。这下苗子只能接受了。此时的秀男正在家里静心织着腰带，父亲早就看出了儿子对千重子的心思，不由打破他的幻想。人家是千金大小姐，而你只是一个纺织匠的儿子，就别异想天开了。一番话让秀男大为受伤。这日千惠子正和发小真一聚餐，谈话间真一的大哥龙柱也来了。他大学毕业之后从事了4年翻译工作，后来觉得还是家业比较重要，就选择回来做服装生意。知道千重子家是卖和服的之后，龙柱有了和他合作的想法，还主动提出会在生意上带千重子。千重子没有拒绝，他最近的确打算接手家里的生意了。腰带织好了，秀男带上他去北山见苗子。再次看到苗子时，他还是很吃惊，这俩姐妹像是复刻一般。一个想法在秀男脑子里潜滋暗长，苗子和千重子一模一样，却不似千重子那样高不可攀。秀男对女孩含蓄的表达心意，却被苗子果断拒绝。苗子已经有男友倾坐了，断
断不会去做姐姐的替身。至于千重子，或许门当户对又成熟稳重的龙柱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两家父亲开始讨论子女的婚事，双方都相谈甚欢，千重子的生意之路也逐渐走上正轨。某晚，苗子打电话来问候，两姐妹寒暄几句之后，千重子表示自己很希望苗子能来家中做客。苗子被千重子一番软磨硬泡，终于答应来住一晚。父母对此也很开明，毕竟他们对千重子的孪生妹妹也很好奇。到了约定的那晚，苗子穿上自己最好的和服，在万籁俱寂之后，才来到千重子家门口。佐田夫妇看到这对姐妹，当即被她们的相似度震惊得瞠目结舌。两姐妹看着镜子中宛如自己复制品的对比，也不由感慨万千。千重子很想和苗子以姐妹相称，但苗子称呼她时，始终都是那句略带疏离的千重子小姐。千重子流着眼泪，她希望苗子能住在她家里。她和父母已经说好了，他们对自己再多收一个女儿这件事也表示十分乐意。苗子也泪如泉涌，他们的生活阅历不一样，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，并不适合住在一起。有着相聚的一夜已然足够。铺好床铺之后，苗子主动钻进了千重子的被窝。千重子因为她这个举动而惊喜。过了一会儿后，苗子却说被窝已经给千重子小姐捂热了。说罢，他就挪去了旁边的床铺。今夜的天已经冷了，雪纷纷下个没完。千重子内心又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寂寞。次日清晨，周围的商铺还没开门，苗子就已经穿戴整齐站在了门口。为了不给千重子造成困扰，他选择了在这个无人的时候离开。千重子问他以后能不能再来时，苗子只是摇了摇头，随后鞠了一躬转身离去。千重子看着姐妹消失在初冬的冷气中，顿时悲从中来，跑回房中扑进母亲怀里痛哭不止。苍雪落古都，团圆是短暂的，而寂寞却是长久的。他们最亲密的时候是在母亲的子宫中，此后便是长长久久的离别。作为一朵并蒂双生花，一个成为了古都典雅高贵的郁金香，一个却根植在山林成了倔强好强的杉树。有过相聚已然感恩，有过一夜已然释怀，此后的岁月便是守着这份回忆，奔赴属于各自的人生。